1736年，乾隆元年。这一年，皇帝、皇后富察氏和贵妃高氏都是25、26岁，那是最好的年纪。他们拥有了人世间至高无上的新身份，是紫禁城青春年少的新主人。意大利传教士、清朝的宫廷画师郎世宁，用细致的画笔画下了大清盛世里的那最光华耀眼的容颜。画中的少年帝王正于开元之年，意气风发；皇后与贵妃眉眼间满是华贵少妇的雍容与温柔。画卷前3幅皇帝、皇后和贵妃的肖像画由郎世宁亲笔，其他的妃嫔像则是日后他们获得皇室封位时，由郎世宁弟子和其他宫廷画师续画。从细节可以看出，由郎世宁执笔的3幅最是精美，明黄色吉服的光泽和文案都极度地还原了现实里的细节，几近逼真的写实画风，使这位意大利传教士成为了康熙、雍正、乾隆宫廷里地位尊崇的御前画师。乾隆为画卷取名《新写制平图》，珍藏在红色漆盒中。这画卷是乾隆皇帝的心照，暗示他所建构的皇权形象与自我和家庭结构密不可分。在他画像两侧带有古稀天子元璋和八正茂念之宝方印，说明乾隆在晚年甚至退位后曾反复展开阅卷。近几年的影视剧将乾隆和他后宫的情感纠葛做了各种版本的演绎。清史里记载的乾隆确实比其他皇帝拥有更丰富的情事，比如乾隆和富察氏两人在花季年少成婚，青梅竹马。遗憾的是，年轻的皇后在36岁过世。出殡时，乾隆亲自护送她的灵柩到皇陵。数年后，乾隆还做了多首诗来追悼他的这位皇后：久遇贤备位，对之虚若空。就是说3宫6院，嫔妃齐备，可是面对他们，就像面对虚空一样。乾隆晚年，清朝的国力逐渐走向衰落，而那时他已从权力的最高处退位。我们一起与这位曾拥有过世间无尽繁华的老人，随展开的画卷，回首他的往昔。那时，他还是年轻的帝王，是翩翩少年。举觞白眼望青天，皎如玉树临风前。而他们，云鬓花颜，貌婉心弦。这些在我们现在看起来几乎复制式的隐去个性的女性面容，曾在一个王朝的帝王眼里，竟是代表着美好的愿景。家族繁盛，江山永固。